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Dreams Bloomer， 我是 Mickey。最近有一个新来的同事在我的公司，那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老板，听你分享近期的你，可是我比较想听你20多年前你还在好莱坞那时候做事情的你。”那所以今天呢，我就想来分享一下我如何进去好莱坞工业，在里面做什么事情，然后从里面得到什么的学习。1997那时候我高中毕业。然后呢，进去了里面有一个学校叫做 Arsenal College Design， 在 Pasadena， 简称叫 ACCD。那在这里面来讲呢，它附近有一个餐厅叫 Supplantation， 它是一个美国的素食餐厅。那时候的我呢，我就是一个很喜欢画画、很痴迷、痴狂的一个艺术家。我基本上没有女朋友。我的女朋友就是我那个 sketchbook， 就是我的绘画本子。那我通常拿那个本子，然后呢，我的那个时期的衣服穿的都是 baggy pant， 就是那种宽宽大大的裤子。那裤子里面呢，我通常随便进去抽，就是有一大捆的笔。那我就是抽一支笔来，然后就把我的摊开来，在咖啡馆啊、餐厅啊，任何地方我能够有一个休息的地方，我就开始画画。那一天呢，我到这个餐厅跟我一个朋友在那边吃饭。吃的时候呢，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在画一个怪兽，然后好像是一个鳄鱼跟一个怪兽的混合种的练习。结果就有一个白人突然他就经过，他说：“Oh, hey, nice drawing。”他突然就说 ：“Can I see your sketchbook？” 他说想看我的普通那种手稿的绘集。我就说 ：“Sure。”给他看。看完之后，他就丢给我一个名片，然后我说：“这是什么？”因为我还在学校嘛，大一的时候。然后我朋友说，我也不知道，我帮你查一查。那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说 ，Mickey， it's Stan Winston Studio。我说那是什么东西啊？他说这是美国最有名的特效公司，他做了什么异形啊，做了 Terminator 啊，做了什么一大堆的。哇，太好了，你一定要进去。然后我想说，这到底什么？因为那时候呢，我太注重于画画，我对于电影其实。还好，并不是那么的了解，我就打电话回去给这位当时他是我的引路人，然后他叫 Paul Mayes。那我就问他说：“哦 ，Paul， 那我什么可以过去？我需要带什么吗？”他说：“呀，就把你的 sketchbook 带来就好了。”他想要给他的同事跟其他的 art director 看。就我就开车了，那时候还要翻地图，没有 Google Map 那么简单，所以翻一个地图，然后说 OK， 他在这里，我从这里要怎么开车 ？OK， 好不容易带着我的 sketchbook， 然后里面上面有一大堆自己的想法，然后带过去了就给 Paul 看，他就说，刚好我们最近有个案子呢，需要你画机器人。那时候因为我都在画人体素描、速写，人啊、脸啊、肢体语言啊等等的。那里面因为有很多一些变种的想法，我在旁边会写一些 notes， 那可能对他来讲，他觉得我的想法的演变的过程，他觉得蛮有趣，还不错，所以可能愿意给我机会。所以他问我说 ，Mickey， 我觉得你的 sketch 不错，可是里面我看不到任何机器人相关的。那刚好我们有一个案子，然后是跟机器人相关，你有没有呢？可不可以给我？那时候就说我有做很多，只是刚好我没有带，因为我不知道你要看这些，对不对？我说没关系，我明天带来给你们看。所以我就回去了之后呢，开始打电话给我朋友，你有没有那个钢弹或什么机器人的书？可不可以借我？然后我就拿了4、5本，然后就通宵，完全不睡觉，大概画了大概17张，我记得草稿，就是模拟啊，然后稍微加装组合啊，很快的。所以那个不叫设计，那个有点比较像是临摹。那时候我比较会画人体跟人像，但我比较不会画机器人。所以在一瞬间，一个晚上，你好像要变成专家，半个专家，伪装那个专家。然后隔天我就带那17张新出炉热腾腾的，我就带过去了。然后看他觉得说，呀还不错，那你可以来上班啊什么？我说yeah sure。然后我就隔天之后我就进去上班了。那我们呢先来介绍一下 Stan Winston 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Stan Winston 它其实是一个特效公司。那它这个公司非常大，大家都有去逛 Costco 吧？它的公司其实就像一个 Costco 一样这么大的一个厂房，然后里面隔着非常多的区域。有铁工，有木工，有做真皮的，有做人珠的，有机器的，有做机器人的，然后有电影部，有艺术部，有超多的部门。在当年的时候呢，
最主要所有最热门的电影，像异形啊、Terminator 啊，你能想象的，他都有参与角，而且是在里面的一个核心公司。那所以我就进去了，开始做创作。那你们在想说，开始做创作应该很棒吧？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第一，一个电影公司他们有一个很严厉的合约制去管动他们的智慧财产以及脚本啊，什么东西不会外放。所以我进去所谓叫做 outsider， 就是一个外来的打工仔，突然进去。在那个时期来讲的话呢，因为我们不是核心人物，所以他不肯给我们剧本。所以我们过去之后就一张桌子，他就问说：“请问你需要什么东西吗？”那我就说：“哦，笔跟纸。”好，那我们就开始画。那请问要画什么？我说：“哦，那你们就画机器人，越多想法就越好。”我想说：“哦，机器人。”那我脑袋就很混乱。请问是什么样的机器人？要看起来很像机器人呢？很多机械的机器人呢？还是很像人的机器人呢？还是很像动物的机器人呢？还是一个那种很奇怪物形的机器人呢？到底是什么机器人？那因为我不知道那个范围，所以要开始设计。其实那时候哇，蛮恐慌的，所以我花了一点时间。我想说，好，我让自己有一个故事的成交。我就想说 ，OK， 我虽然不知道它这个机器人要用在什么地方，那这样好了，我就慢慢的在自己脑袋架构一个有点像是机器人的美术馆、博物馆这件事情，我就当做说 ，OK， 它从一开始研发机器人，然后到比如说200年的历史，好了，它到底有多少的几代，那我就把每隔几代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或功能性或什么，用想象的部分来讲去做一个概念设计，然后把它画出来。所以那个时期来讲，就画非常非常多的草稿。那也在那个时期，我才发现说，哇哦，我自己果然是个菜鸟。因为毕竟大一嘛，我的技术呢，坦白讲，其实是自认是没有那么合格的。但是我觉得对方还是很好心，还是给我一个机会。那我就很努力的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放进去。那时候呢，我都不知道这个电影到底是做什么，然后为了什么而做，直到要离开前。那我进去的时候大概工作2个礼拜多一点点。那他给我一个合约叫做 Work for Hire， 意思是说你进去的时候呢，什么都不能带，也什么东西都不能带出来，你也不能拍照，也不能储存你任何的东西，你所做的所有的无形资产，一切都为他们这个公司所拥有。在2个礼拜多，我们那时候主人大概有7个人左右是所谓外包的。那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墙面哈，那我们就是因为那个 sketch 一张可能是我们叫 letter size， 可能跟 A4 纸大小雷同，我们就上面画很多，然后就排满了整面墙，非常大的墙，然后7个人2个礼拜。结果那一天呢，你猜我碰到谁？我碰到了 Steven Spielberg， 他就是进来，然后拿一杯咖啡，我就这家伙好像很有名，不是吗？为什么他在这边？然后他就跟art director， 然后开始聊一聊啊什么的，喝杯咖啡，然后就慢慢走到那面墙，瞄一下，然后开始就进入状况，就开始说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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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maybe change this， 改这个地方，5分钟，也没有看我们外包团队一眼，就只是跟 art director 在沟通跟聊天，然后就离开了。之后来讲的话，他在中间他其实有一个休息期。他5分钟过后，他有再回来一趟。结果呢，他带了一个小男孩。那个小孩就是当年在做那个《Sixth Sense》，我会把他的图像放在这边。你们应该看过这个电影，他跟 Bruce Willis 演的电影非常的好看。那我就看说，这小男孩不是才刚演电影吗？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哇，有 Steven 这个家伙，然后有这个小男孩，这个电影应该很屌吧才对吧？是之后过了一阵子，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做这个电影是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y Steven Spielberg， 然后主演是那个小男孩，所以小男孩有在现场。那所以这一个完整的过程来讲是我在里面的经验跟体验。那我只是被震撼到说，当然是有一些非常专业的里面一些作者真的超厉害的。以外来讲呢，短短的那个5分钟跟 Steven Spielberg， 我发现说他那么厉害是来自他脑袋很清楚知道，他有个 vision， 他有个想象力，他脑袋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视觉能够强而有力的去衬托这个故事出来。但他不会画画，他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人去
把他脑袋这些东西跟视觉或讲不出来的东西视觉化，让他能够判断。那因为他知道他要什么，所以他可以直接说 yes no 改变这个。所以我只能说，学到了很厉害的人必有他很厉害的地方。OK， 公司的同事给我了一些问题，那我现在来看一下，来回答。霸君，因为他知道他想要什么东西，所以他的东西是很直觉的。我记得我有一位朋友给他后来就是请过去，飞机直接飞到他身旁，然后呢，他就带他身上，就是说我要你画什么，然后那个人就是在那边这样画，把他的一些东西分镜图直接画出来。我有一位朋友是这样子，在他身边亲自工作。那他事后跟我分享的时候，发现说Steven 实在是太清楚他要什么了。甚至我话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在分隔设计的时候，我们会有把自己的想法放进去，比如说我要用这个角度这样子来放，他说 no， 我要这样的角度让画，叫你重画。maybe 他会看到一些东西，他觉得不错，他会融入进去，可大致上可能90% 都是他自己的想法。方向不一定，因为这跟 Art Director 他们想要从你身上得到的不一样。就像我有 A 跟 B 的 Art Director， 他分别想从我身上得到的东西不一样。假设我画了100张好了，那100张假设有2-3张2% 好了，他觉得这个 idea 不错，他把我的图拿去给这些人从事绘图成更高阶的版本。因为毕竟我在那时期我技术上并不是多厉害，但 idea 不一定。他们会给我们的回馈是大意是说他们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太紧张了，我觉得大家都好厉害，然后觉得我好渺小，然后会常想说我在画的时候觉得为什么我会在这里？我根本没有资格站在这里嘛。港币这个超厉害了，这个也好厉害，我的妈，这个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就有那种恐惧症，你知道吗？但当然你会觉得说回去之后我进去学校，我要很努力的画画，我要很努力的练习。这些人太厉害了，他让我知道说原来可以到这个境界，到这个厉害的程度。原因是什么？因为你旁边就可以瞄到人家怎么画到什么程度嘛，然后你再回头看自己，就觉得会有个比较嘛，你就觉得哇，这才是专业，我这个真的是中奖了才进来这里做这件事情的。那时候我记得有人来问是骇客任务 Matrix， 那时候我已经在开公司了，所以那个时间的时候我就没有在做任何电影的东西了，所以那个就拒绝。那后来就当骇客任务就是红遍全球嘛，我那时候就还有什么阿凡达那时候也有问，我已经开公司开了好一阵子了，我已经脱离那个整个市场了。那刚好有朋友进去，那看我问说，Mickey 你有没有？那我就说，我已经没有资格在做这件事情，因为我那时候的我有点像办艺术生意人这样的角色，我已经并不是概念设计师，甚至不是那个概念设计，也不是一个顶尖的，根本没有资格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也只能拒绝。那当然，阿凡达后来也是，已经快20年了吧，这超久了，所以我脑袋已经没有很清晰的。但是后来电影出来我去看的时候呢，我发现他那时候角色被关进监狱里面的时候，里面有一个看起来像一个垃圾桶的角色，那个有一点雷同当初我画的其中一个概念，那其他就应该都不像。那这是这些问题，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之后呢，会再分享说，因为他是做特效公司嘛，其实他在隔壁，当时同时在制作的就是《侏罗纪公园3》的道具，所以离开了之后呢，我又回去问说有没有其他的工作，结果我就跳到《侏罗纪公园3》去做一些事情。那下个影片再跟大家分享，在里面有看到什么，学习到什么。谢谢大家，拜，adios，ciao。